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白醋家家户户都会有，家家户户都会用。很多人只知道白醋是一种调味剂，用来炒菜用的。白醋在生活中还有非常多的妙用，可以软化污渍、软化污垢、去除水锈，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再说一下凡士林，很多人只知道凡士林是给我们皮肤增油、营养皮肤用的，但是凡士林在生活中也有非常多的妙用。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有什么神奇的妙用。准备一个容器，把凡士林从盒里取出一点来，放到容器里。接着就用到蜂蜜了，取一勺蜂蜜放在小碗里。再倒入一点白醋，倒入白醋的量跟加入蜂蜜的量是一样就可以，把它搅拌一下。接着再用到的就是家中经常蒸馒头用的面粉，在碗里放入一点面粉，加入面粉之后，我们就使劲的把自制溶液全部搅匀就可以了，一定要把我们自制溶液做成粘稠状。只要把自制溶液搅到，倒扣不能自己倒出来，这就算完成了。自制溶液在生活中有什么妙用呢？首先第一项，我们的皮肤到了春秋季节都会非常的干燥。再就是到了夏季手上，皮肤总会有一些色素形成，这时只需要把我们自制溶液涂抹在我们手上就可以了。把手全部涂抹均匀之后，接着再找一个一次性手套，套在手上之后，把手套里多余的空气往外挤一下，全部挤出来，这样就起到了保护皮肤的作用。这样套上手套之后，让它静止20分钟。白醋可以软化皮肤，软化我们手上的污渍，可以让皮肤瞬间变软。蜂蜜也是非常好的营养品，软化皮肤效果也是非常棒的。凡士林是一种常见的护肤品，它的主要成分是石蜡，具有很强的锁水能力，可以防止皮肤水分流失，保持皮肤的柔软和弹性。凡士林还有很多其他的用途，比如润唇、护甲、修复干裂的皮肤等等。凡士林可以说是一种万能的护肤品，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涂抹凡士林在皮肤上，那么你就错过了它更大的神奇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或者你不断的做家务，你的手就会逐渐的变得干涩和粗糙，甚至会有色素沉积。你也许可能会选择凡士林来滋润手部肌肤，但是效果却不是很明显。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凡士林虽然可以锁住水分，但是它不能给皮肤补充水分。如果皮肤本身就缺乏水分，那么单纯的使用凡士林并不能改善皮肤的状态。如果皮肤表面有老化的角质层，那么凡士林也不能有效地渗透到皮肤的深层，发挥它的功效。凡士林软化皮肤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这样我们的自制溶液只要涂在手上，让它静止20分钟。你用上一次之后，你就会爱上它。我们的自制溶液不光是可以涂在手上，哪怕是你脚后跟干燥了，脚面干燥了，脸部皮肤干燥都可以用。等20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手套给撕去，然后用清水我们去清洗一下手。等手清洗干净之后，用之前的手跟用之后的手，大家可以对比看一下，是不是有明显的不同呢？只要你用上这个方法，连续1星期你会来感谢我的，让我们的手比用大牌的保养品还要细腻光滑。亲爱的朋友们，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谢谢大家了。其实凡士林除了有这个用处之外，还可以用来清洁我们的手机。手机每个人一般都有1到2部，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方便。但是手机屏幕特别容易脏，1、2天的污渍还比较好清除，但是如果长时间的污渍没有清洁的话，就会牢牢地贴在手机屏幕上面，怎么清洁都清洁不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凡士林涂抹在手机上面，每一个地方都要涂到，尤其是长时间没有清洁过的手机屏幕。用生活中一般的清洁方式是清洁不干净的，而凡士林具有很好的滋润作用，里面含有了大量的油分，而牙膏里面含有许多细小的颗粒，还含有清洁因子，有很强的清洁能力。我们把它们均匀地涂抹在手机屏幕上面，就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5分钟之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来清洁屏幕了。随便找一张家里面的湿巾，顺着一个方向在手机上面来回不停地擦，手机上面的污渍立马就不见了，连指纹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因为凡士尼它非常的滋润，里面也含有油分，当我们把它涂抹在手机表面的时候，就能将手机表面的污渍进行软化，又具有很好的清洁作用。当手机屏幕上面的污渍被软化之后，我们最后只需要轻轻一擦，手机屏幕上面的污渍就不见了。这样不仅可以保护我们的手机屏幕，还可以让手机屏幕焕然一新，不容易落灰，非常的好用哦。去黑头也是凡士林一个大分子的油脂，而很多人认为黑头它就是顽固油脂的残留，油脂溶解油脂。乍一听之下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先经过温度软化清洁的一个完整的过程，甚至于再加上杀菌消毒的这个过程的话，你的油性皮肤反而可能会因为凡士林的封闭的关系，闷住大量的油脂的关系，导致你的封闭型粉刺或者是痘痘可能会更多。凡士林是一种便宜又实用的护肤品，如果你能正确的使用它，它就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可以分享和点赞去帮助更多人。如果你有更多关于凡士林的用途和技巧，欢迎下方评论留言哦。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